记仓库。什么人？仓库重地也敢硬闯？大理寺办案。大理寺？那大人可有腰牌凭证？原来你就是洛阳第一神捕曾头。哎呀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曾馒头，请。大理寺曾胜前来查案，管事的何在？哎呀，来了！您就是曾胜？是我。你也是曾胜？哎，那你们到底谁才是曾胜？当然是我。你敢偷我腰牌？给你。曾头，来都来了，那既然你不喜欢我冒充你，那下次我冒充胡大人。去仓库。哎，大人请。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啊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有那个樟木条，可以驱虫啊。大人你也知道，从南方运到这里，就是堆在我这里啊，然后再分工送到这个大福仙寺。那最近除了我们，还有谁会进出这间仓库？就是这些搬运工啊。大人里面请。哎，大人就是这儿啊，所有加工好的樟木啊，全在这儿了。啊，胡正义挺有城府。既然都知道樟木的存放位置，刚刚为什么不直言相告啊？胡大人的心思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揣测的？管事，哎，这仓库多久没有清洗过了？哎，瞧您说的，按照规定，我们每个月都要清洁仓库的。咱们这儿可有樟木的运输路线和停放的地图？啊，有。小张，地图。哎，啊，去吧。大叶香樟啊，不是本地树种啊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圣人啊要修建大福仙寺啊。大人您瞧，这圣人要修建大福仙寺，这木材经洛水运往至洛阳，后经由仓库，最后再到大福仙寺。大福仙寺。行了，交给我了，晚上回去等着我。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曾胜。哟，挺认真啊，破案的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你还挺适合这件衣服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呀，有些地方没去成，但不过目前查探到的地方来看，香樟味浓郁，并没有血腥味。有没有可能这些女孩都在有樟木熏香的地方待过？写着点啊，新樟木和旧樟木之间的味道是有细微之差的。闻了大福仙寺和仓库，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新樟木的味道。我姑且相信你的那套气味理论。那第一起酒楼的案子中，牡丹消失了大概半个时辰。我们减去放血用的1刻钟，还剩下3刻钟。你有把握在3刻钟内抱着人跑这样一个来回吗？酒楼到大福仙寺不行，酒楼到仓库也不行。谅你也不行。那就是在运输途中染上的。那更不可能了。运送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一定是被包裹住的，即便是遇上了，也很难覆盖到衣服上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取血的地点。那凶手是怎么做到
在这3个地方用半个时辰完成杀人放血的。倒是奇了怪了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狗鼻子出问题了。谁是狗鼻子？你才是。总之，我会将此事禀告胡大人。我们应该还要去一趟酒楼，毕竟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。还算有点聪明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您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伙计们也都走光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打打杂什么的。杂役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？别说可疑的了，人都没来过一个。掌柜去哪儿了？掌柜的说他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呢。那天晚上凤凰来之时，有没有什么人突然跑出去了？记不太清了，我可能得想想。镶钻。大人，这个是事发前新买的香粉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1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镶钻。那就对了。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钻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钻倒推见到牡丹的时间。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一半的香钻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1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1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，我若查，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；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，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，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一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生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
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啊，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草草。掌柜，方便您带我们去您后院看看吗？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死者的房间。那如果那天有人想要从这儿搬运尸体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。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不丹。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动，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该求饶的是你们。天神血火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